环球旅行，出发世界3大瀑布之一伊瓜苏瀑布。据说没去过那里，相当于没到过南美洲。门票116块钱人民币，包含大巴往返的费用，还行，不贵。我还以为这景区真的很便宜呢。门票单独收费，如果你要坐船玩项目去靠近瀑布看，要花460块钱人民币，这不冤种吗？嗨。Please come down now. 伊瓜苏瀑布是由250多个瀑布形成的瀑布群，同时也是世界最宽的瀑布，宽2.7公里，蛮夸张的。而且这边的瀑布单独拿一条出来都蛮好看的。因为这里不让飞无人机，所以我只能整一辆直升机看天上视角，750块钱人民币，飞10分钟。这还是世界第2大跨国瀑布，巴西、阿根廷，这里随手拍都出片，每一帧都是壁纸。热带雨林、瀑布、彩虹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！学，就是别跟我一样坐船当冤种就好了。看完瀑布，咱们再从陆地口岸进入阿根廷，证件齐全，丝滑入境，全程没超过5分钟。委内瑞拉，你就学吧。这边的边境跟巴西那边玩的大差不差，咱直接去他们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。我是眼花吗？我在阿根廷的机场看到中国银行的广告。爱存不存？在飞机上睡着了，突然整个飞机都在鼓掌，我还以为到了老外在庆祝呢，结果他们是给一个小姐姐举办什么仪式，看不懂啊，没见过啊。一会儿他过来问一下。Is it your birthday? No, it's my first flight. Oh, my first flight here. Our first flight here? Yes. Wow. 这就是阿根廷的首都了。从天上看，整个城市的规划像蚂蚁窝一样，那么多人口，那么多楼房，非常的密集。主干道就那1、2条，不天天堵车堵到哭啊！这边的天气不错呀，出了机场先打个车到酒店把行李给放了。这边打车有点贵呀，5.5公里要114块钱人民币。市中心800块钱人民币1晚的酒店，到底能住啥样的呢？酒店盲盒时间。哇哦，厕所双排，国内400水平吧，也还行。现在在围绕整一个城市瞎溜达几天，看看有什么好吃、好玩、有意思的事情。这是当地的网红街，女人桥，这没啥特别的。但你猜我看到了啥？中国银行，但还是工商银行有排面一点。在富人区整一栋楼都是他的。这汇丰银行也很气派呀。围绕市中心走了一片，我都不敢相信我在南美洲。我在南美洲就没见过这样的城市，我以为我在欧洲呢，全是欧洲的现代建筑风格，而且也不像其他美洲城市一样遍地流浪汉、瘾君子，那看你的眼神都要把你吃掉，给你抢光为止。我走了10几个街区，基本都很体面，非常的干净整洁。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还要好。阿根廷国力拉胯了那么多年，经济衰退了那么久，还能发展成这样，我都不敢想象它巅峰时期得有多牛逼。起码不用像在巴西一样，走到哪里都怕被别人抢手机。阿根廷据说是南美第1个国家有地铁的地方，去体验一下。走，整个地铁看起来蛮破旧的，这些轨道啊，还有这些公共设施啊，看起来就翻修了很多次。看起来还蛮干净的，没什么人坐啊。我就说这地铁怎么越看越眼熟啊 ！Made in China， 长春轨道、中国北车、中信建设，牛逼！没来之前，别人就跟我说阿根廷的牛肉巨好吃，那我们一步到位。这家店被誉为南美第1牛排店。尝一下真假，这全是本地老外，应该不坑啊。但是这个西班牙语菜单我还是看不懂，老规矩，他们做啥好吃就上啥，而且还是个开放式厨房，卫生应该没问题。烤得好香啊，流口水了我都。真贴心，还帮切好。真实评价啊。哦，不好吃啊！等一会儿吃牛排，是爆汁的。我刚才吃的爆汁的，应该是他那个牛翅。
刚刚好吃，好吃到抓耳光都不放手，能跟生枪手做饭，厉害！辟谣了啊！1块900克的牛排加2个甜点，吃了14万比索，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。网上那些人说阿根廷的物价很低，什么牛肉自由，非常的便宜，死贵。众所周知，世界就是由巨大的中国组成的。欢迎来到足球神殿，这里就是阿根廷的中国城，但这里基本都是本地老外在玩，这老外还会推销呢。这边物价也很高啊，吃一碗面要70多块钱人民币。谁吃得起啊？到中国城肯定是来打卡一下这家筷子饭店，是电影《春光乍泄》的取景地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张国荣还是那么年轻。这家店的装修风格还蛮中国风的，但是感觉没什么客人呢，做了半天就我一位。但这边的做菜水平还可以，蛮好吃的，国内的快餐水平，但就不知道为什么没什么人来。终于知道为什么没什么人来了，青菜豆腐汤。青菜加起来都不超过3条，豆腐加起来不超过5块，这能有人来吃吗？就这几个菜加2瓶饮料，居然吃了428块钱人民币，难怪没啥人来了。探歌舞也是阿根廷的特色之一，来都来了，买一张 VIP 最好的位置，14万比索，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。我是被坑了吗？不是说最好的 VIP 位吗？怎么这么偏呢？对面大妈旅游团的位置不比我更好吗？干杯，老宝贝 ，Cheers！ 开始喽！请注意，欢迎您欣赏刚刚广播鸟精心为您准备的特别节目。这还蛮好看的，像我这样的土狗都看得乐呵，值回票价了。再赶3个小时的飞机到阿尔卡拉法特冰川徒步，这边的风景有点像咱们的阿里无人区啊，全是冻土。这就是世界罕见的活冰川——莫雷诺冰川，说它是世界奇观也不为过。随着全球变暖，很多冰川都在消融，而这个冰川反其道而行之，每天都在往前生长30厘米。更有意思的事情就是，很多冰川都在高海拔、极度寒冷的地方，而这个地方海拔只有200，它的冰川就能长到20层楼那么高，每10几20分钟都能听到巨大的冰裂声音，非常的震撼。再坐船进冰川里面徒步。来这里徒步的全是本地老外，全程6个小时，轻松拿捏。来都来了，尝一下这冰川的水好不好喝？
跟咱们宾馆的自来水没啥区别，爽。还是老外会玩，老外拍照真好玩。Chills are launching from my chest. Some have names, but most do not. If you find 敬自由，干杯！